一切都好黑哦，好像在虚空里面轰。然后我一直在飘，一直在飞，有很多小碎片这样。然后我就有看到一个是我的家人在哭，他们哭得很厉害。那我看到之后，我就用游泳的，我就游进去了，然后我就醒了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邱明姐的频道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邱。观看我的影片，让我们一起骑着脚踏车，看到更宽更广的世界。我们欢迎今天的特别来宾饼干。大家好，我是台湾单车学院的饼干，跟麦金 T600 训练台。我们今天要针对麦金 T600 训练台开箱，我们就麻烦饼干帮忙了。没问题，交给我。好，那饼干就我们来第一次打开哦。Power Reach， 还有 slogan 这样。今天的开箱会有2只猫，非常强劲。这个跟是垫子，机器是在这里，那个是训练的主体，这是前轮的轮挡，架高的，它可以直接起。哎呦，哇！本尊出现了，直接把它拿到定位好了。这就是大名鼎鼎的麦金 T600 训练台。这大概多重？你有体重计吗？有体重计在这里，先量杆重，饼干的重的杆重有点重，69.3。量猫咪的体重也是这样量的，85。这个猫咪俨然已经把这个纸箱当成自己家了。这猫叫什么名字？黑蛋奶跟短短，短短是这一只，它以前的尾巴只有这一段，然后后来又蹦出来。那你说这只叫什么？黑蛋奶。台南有一种饮料，珍珠黑糖鲜奶。好，我们把它打开来，它有个卡扣，它就是这样搬起来就好，一个拉起来的动作。垫子要先垫在下面。哦，它蛮多配件。等一下要留着，我们看看。这个都是套筒啊，碟刹、框刹的，这也可以接电。它好像是可以接电，也可以不用接电。先把垫子架起来。哦，很精致的一个小垫子。这个垫子如果要自己买的话，应该也要1000块。很精致的，有品牌的小垫子，很漂亮。它的接缝处都有处理，就不会让你收的时候不好收这样。我们现在有一个主要的问题是说，你算一下这是几速的飞轮？12。它有负12速的飞轮，可是饼干现在这一台 Roxico 的脚踏车是11速的，就先把这个飞轮换掉了。哦，蛮简单的，这样子就拆起来。先保存好啊。它放到黄金属的架上面。里面还有黄金属啊？有啊。哇，就大夹的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这个飞轮拆下来了，这个是12速的飞轮，我们就先留着。然后我们去找一个11速的飞轮。转角刚好有一颗。这个要不要垫片啊？你先装上去看看。我们先看一下它要不要垫片。我猜测是不用，就不用垫片了，这么先进啊！只是说现在是要这个是框刹的，不是贯通轴的。Quick Release 快拆的套筒，它看起来是这样子进去的，比我想象中的简单呢。因为训练台通常会把自己的旧车11速的框刹的拿来架在训练台上。我现在就是这样子，这样就不用拆来拆去了，每天一直更换，下雨天就可以比较自律了。你要让自己借口变少。拆后轮这个我还是会的，看起来还蛮合的哦。大家稍微试着变速看看，这个快拆它的力矩很长，很方便用哦。有个声音。它开机了耶！麦金 T600 的号称就是它不用接线，你可以接电源，也可以不接的样子。它是吃到力量它就会开机吗？饼干先帮我们骑一下，它果然有自发电的功能，因为现在我们都没有接电，它那个灯已经有亮了，看起来蛮顺的啊。哇，踩起来很舒服哎！以前训练台对我来讲是很复杂装，我没想到我们到家10几分钟，它踩起来这么的滑顺，让人愉悦。说实在，我本来以为要装蛮久，没想到一下子就搞定了。反正如果是快拆的话，它有个套筒，你那个套筒装上去就可以了。碟刹跟框刹啦，它这边都可以解决。变速也很棒。哇，这个猫咪已经开始在搞破坏了，这个纸箱都已经被啃成这样子。我们现在把脚踏车架到麦金 T600 的训练台之后，然后我们要准备码表跟它连上嘛，这样我们才可以踩训练台。我们用麦金 C706 的码表来试看看。我们新的训练台装好的时候要激活，要激活才可以用啦，所以我们先激活。连上训练台的功率。好，我们训练台跟码表都设定完成了。饼干，你之前有踩过训练？你怎么一下子就心跳140了？先不要那么快，先轻松一点。今天目标是饼干骑1小时，这个阻力你觉得够吗？我觉得偏轻。它这个应该有阻力调整功能。我们找到这个就是阻力调整，它有很多段位可以调。好，你现在就把它踩起来。开始了，你现在单圈是190瓦，可能太高了。
啊，太高吗？我怕你撑不了1小时。可以啦，相信我，要相信队长。基本上我们现在就是用这个即时功率去追这个单圈功率。我们来看一下饼干1小时可以骑几瓦。我觉得今天最抢戏的是猫猫。这个，猫猫，你们把我这个箱子都破坏成这样子了。这个我一开始以为是冬瓜条还是什么的。那是那个凤梨心条，1公斤220，很赞。我会用它来当零食。就是用那个凤梨心去做。对啊，补一点纤维啊。不错，没想到凤梨心也可以这样用，真的是蛮神奇的呢，完全不用电，然后居然可以有发射功率到码表。麦金的训练台就是号称可以充电，我特别准备了一只手机，完全没有电的手机。我们先看可不可以充电哦。确定可以充上电哦。我们来看一下饼干，如果骑完1个小时，电会充多少？4分钟193瓦，心跳180了，太高了，你会撑不完。这个月底要去比苗栗绕圈了，那你要赶快练啊！看起来饼干这个训练环境蛮舒服的哦，又可以骑训练台，又可以看电视，要配影片。这个开始有在充电，这只是我的旧手机啊，闪电快充中，还有1小时36分即可充饱。这个训练台最主要看的点是说会不会吵到楼下。以前我们骑训练台都很怕楼下的邻居抗议，不过这应该没有这个困扰，因为现在训练台它那个震动都做得小。声音也做得很小，而且它这个号称可以2800瓦，我们一般人都骑不到这么高，不错哦，200瓦了哦。我觉得你就 hold 在这边就好，你心跳已经189了。年轻人果然是年轻人，我心跳都跳不到189了，而且饼干现在是189，还可以讲话。年轻人，这边有写它可以最高支援到2800瓦，平均坡度可以支援到27%。这个是对于有打电动需求的。虚拟骑乘需求的才有那个用法 ，Z-Wave 的。我个人是没有在骑 Z-Wave 的，所以这个对我而言就不重要。趁这个空档，我们来参观一下饼干房间。饼干现在是大学生，然后他自己在外面租房子，租个小炮房啊，不是啦，小套房啊。小套房我看起来饼干的房间蛮舒服的，饼干也是蛮懂得享受人生的。大学生就有喇叭，我家都没有喇叭。然后饼干可能之前有在玩摩托车，小心它会掉啊，铁的会掉下来砸到脚。然后这个是饼干的旧的训练台，饼干踩过麦金的训练台，应该回不去这个旧的训练台。回不去了，回不去了，那个很好踩。哦，又跳190。好了，你不要再讲话了啦。而且我觉得你不要再把这个单圈功率加上来，你要先把它撑完，即使心跳197，我看起来大事不妙。年轻人就年轻人，饼干正在努力的踩训练台，我们来参观一下他的宿舍。其实骑训练台就是看这个噪音嘛，那我们看一下，饼干在里面骑训练台，外面听不太到，要很仔细的听才有一点白噪音，怕影响到别人嘛。那麦金 T600的训练台噪音是蛮小的，几乎没有了。这个猫猫怎么连这边衣柜也要躲啊？骑不到40分钟，充电就44% 了呢，这充电蛮快的呢，而且真的是有在充哦。加，hold 在191瓦就好了。3年前的96联赛桃园站，赛前1个礼拜，车队要开会议。那天我自己很晚出门，迟到，我骑很快，我骑快100，中间路有种树嘛，所以我们看不到对面，对面有一台左转的轿车要过来，然后那时候已经黄灯了，我很快的要过，我们就嘣撞到之后，我飞出去，然后我的脑袋有出血，3级昏迷。到院前心脏停掉，送到台南的医院去急诊。我台北的家属听到这件事情，赶快来台南看我。看到可能医院伤检分级制度的关系，我人还在急诊室。他们当下打电话回去荣总，帮我转院。我搭救护车回去荣总，上去加护病房。我在刚清醒的时候，我家人转述，我当时跟他们说，一切都好黑哦，好像在虚空里面轰。然后我一直在飘，一直在飞，有很多小碎片这样。然后我就有看到一个是我的家人在哭，他们哭得很厉害。那我看到之后，我就用游泳的，我就游进去了，然后我就醒了。自从这一次之后，我就能体会到生命的意义，还有现在安稳的生活有多不容易。
当初是连走路都不会走，然后我就这样一拐一拐的跑去复健，然后我就这样子，然后跟复健师说：“哎，我是运动员，走路很简单。”然后我一站起来我就跌倒，生命很重要，加油！爽，骑脚踏车就是那么快乐。骑了1个小时，我们充电73%。饼干给我们描述一下这个麦金 T600的训练台。我觉得它的阻力调整很方便，就按码表。整体骑起来的路感呢？路感很棒，我比较惊艳的是它的外观，它看起来很精致，你会觉得它好稳。饼干，我这台要放你这边呢。那这样我没有理由混了，因为我家里那台 T300还好好的，所以我认为 T600放在饼干这边投资报酬率是更高的。谢谢学长。所以我们总结一下，麦金 T600的训练台，饼干推荐给大家吗？高 CP 值、高颜值，拿出去朋友都会羡慕你。好，那我们麦金 T600训练台开箱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Fighting！